定能有几。欢迎你来到我的 FX Chess 绝对报酬交易厨房，在这里我会教你所有有关交易上的东西。我常常在说，交易其实就跟做料理一样，都必须要遵循一定的程序跟 SOP。我已经在金融市场交易超过15年的时间，或许有些交易上的内容听起来非常的艰涩，但是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尽可能的利用简单的文字来让你理解如何去进行你的交易。在过去会用人工开发策略，而且你又会写程式的。在上一集的影片播出之后呢，没想到受到最大的回响，居然是我的学生跟我说：“周老师，请问为什么你在录影的时候，你的衣服就是那一件两件？难道你都没有别的衣服吗？还是你的衣服都没在洗？”我要跟大家报告哦，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在录影的时候是有用绿幕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并没有办法随心所欲的去挑选我能用的衣服是什么。因为如果我选错的话，有可能我就会被削掉，剩下一颗头。那我当然只好准备几件我能够拿来录影的衣服。然后应该也有非常多的人知道，我跟另一位 YouTuber OPPO 也有录制一连串的量化教学影片，是我来教他怎么去做交易。最近也在他的频道上映。那他也跟我说，既然我的频道是交易厨房，那是我可以穿厨师服，他也要穿厨师服。所以今天大家看到这一件服装，其实这个是我平常在家里做菜的时候不太会穿的服装，只有客人来或学生来家里用餐，我准备的时间要比较长一点的时候，我才会去把这件衣服拿来穿。这个是在淘宝上淘的，不贵，很便宜，但是它会帮你免费的绣字，所以你可以看到3个字叫周小姐。那我自己其实真的除了交易之外，还蛮喜欢做料理，而且我会尝试不同的中式、西式或日式的料理。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或许也录一录教大家怎么做菜，那就真的跟我的标题交易厨房有稍微 match 到了。我在这边也不跟大家多抬杠了，因为我们真正的节目重心还是摆在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 FX Blue 这一套分析工具。现在大家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分析工具，叫做 FX Blue。FX Blue 这间公司其实它除了报表分析工具之外，它本身也提供非常多的外挂工具来去帮助投资人进行交易。那我们先来看 FX Blue 呢，它支援哪些平台？在这里它有告诉你，它支援 NT4、NT5、C-Trader、X-Open Hub、Vertex FX， 还有 FXCM 的 TS2。所以它支援的平台其实你会发现跟 MyFacebook 很接近。那它的注册方式呢，跟 MyFacebook 有点不太一样。首先进到这个页面呢，你先点选上面的 FX Blue Live， 点选进来之后呢，它会有 username 跟 password， 请你登录或者是注册。那 MyFacebook 跟 FX Blue 它最大的差异就是在上一集的影片当中我们有提到，一个 MyFacebook 账户可以有很多个交易账户。但是在 FX Blue 这边，一个账号就只能绑定一个交易账户，而且它还需要先做过验证。那我们往下面看在它所支援的平台里面 ，NT4、NT5、C-Trader 都可以 Auto Sync 自动去做更新。然后底下这3种 X-Open、Vertex、FXCM TS2 是不能自动更新的。FX Blue 它也提供2种发布报表的方式，一个是自动更新，另外一个是 Publish， 也就是用 EA 发布的方式来去进行更新。那你可以看到自动更新的部分，它有支援 NT4、NT5、C-Trader， 在使用 EA 发布更新的部分，它就支援6种交易平台。所以你就可以发现，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MyFacebook 里面，NT5 是不能自动更新的，可是在 FX Blue 这边就可以，这也是他们最主要的几个区别的地方。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 FX Blue， 你要先注册一个账号，所以我现在来教大家怎么去使用。在 Auto Sync 的部分，我们先点选注册一个 NT4 账户，点选之后呢，它会叫你选 Broker Server， 你就可以在选单当中去输入你的伺服器，或者是直接搜寻你的伺服器名称。那这边如果你是用键盘打的动作要快一点，否则它有可能在抓英文单字的时候会跳着抓。
那你就会找不到你的伺服器。我现在一样选择 LMAX Demo UK 账户号码的部分，当然我们就要跟刚才一样去输入在 LMAX 的模拟账号210003627，在这边点选下去。输入完毕之后，再来 Read Only Password， 也就是唯独密码。所以你如果要用自动更新，你就一定要有唯独密码。这时候我们就输入唯独密码。输入完成之后，因为你是新账户，所以在下面你一定要去给他一个 email 的账号。这个 email 账号你可以都用固定的同一个，没有关系，因为基本上来讲，这个勾勾预设是勾起来的，也就是你会用上面的这个账号跟密码当成是 FX Blue 的使用者名称跟密码。如果你不希望他帮你这样做的话，你就把这个选项取消。但是我现在为了方便讲解，我就直接用我的模拟账户的账号跟密码当成是 FX Blue 的账号密码。那 email 的部分的话，你可以填入你常用的 email。在这边你应该有留意到，我刚刚有说一个交易账户就要一个 FX Blue 的账号，但是同一个 email 啊，可以一直使用，没有问题，它并不会去做任何的管制啊，所以你不需要说换一个账号就换一个 email 啊，不用那么麻烦。都填好之后呢，你就可以按下 Register， 点选好之后，它就会告诉你你的专属的网址，然后你就可以点这个网址去看你的账户。那因为我们这个账户完全没交易，所以你可以发现它的余额2万美金，它就打在这边，然后接下来它就会自动的去做更新。到这个部分是不是就非常的简单？所以你只要把刚才的网址记下来，你就可以透过那个网址去看你的账户的交易的状况。在 FX Blue 这边，因为我已经建立好一个账户了嘛，接下来我要去建立的是第二个账户。要去建立第二个账户呢，就必须要先 log out， 先登出。登出之后，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如果你是用 NT5 或 Ctrade 去做注册，基本上来讲也是跟刚刚的程序一样，你要有账号跟唯独密码。所以同样的方法，我在这边就不再做一次。接下来我要做的是第二种方法，也就是用他们的 EA 来去发布。在右边的 Register 这边，我就可以一样点选。点选完之后呢，它会直接要求你输入账号跟密码，你自己设定 ID 跟 password， 然后你的 email。那我这边的 ID 啊，我就把它弄 LMAX， 然后后面接它的账号名称210003627。这边你只要维持在3到20码之内就 OK。210003627啊，然后密码的部分基本上你可以随便设定，最少要6个数字。好，输入完成之后呢，我就可以按下 Register 注册。好，注册好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有另外一个网址就出来了。你这个时候去把它打开，你会发现还没有任何的东西，那为什么呢？因为你是选择用 EA 的方式去发布嘛。那你用 EA 的方式去发布，因为你还没有去在你的平台上安装 EA，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从下面的连结去 download 一个 Publisher 的 APP。点选之后呢，这里就有一个叫做 FX Blue Publisher EA for NT4。那如果你是用 NT5， 你就要下载下面这个 FX Blue Publisher EA for NT5。因为刚才我的 LMAX 账号是 NT4， 所以我点选 NT4 账户，然后点 Free Download， 它就会跳出一个视窗，然后去选择你要储存的位置。存档完之后呢，它是一个压缩档，所以你要进行解压缩。解压缩完之后，在刚才的地方下载的位置，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资料夹，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资料夹打开。打开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安装档跟一个说明档。那现在我们点这个安装档来进行 EA 的安装，它会先直接跳出你有开启过的 NT4 平台然后要记得在安装的时候，请你先把你的 NT4 平台先关掉，避免安装失败。选好之后，你就可以按 Install 安装，然后它就会告诉你安装成功。接下来我们一样开启我们刚才的 NT4 平台，打开之后，在左边的 EA 也就是 Expert Advisor， 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叫做 FX Blue Publisher。
那这个 FX Blue Publication 因为它也是一个 EA， 你可以看到我已经有发布到 My Facebook， 它可不可以一张图表挂2个 EA 呢？不行，所以你必须要再另外开一个图表，空白的图表，然后我们就把这个 FX Blue Publication 把它拉到图表上放开，然后这里有个 Input 让你去输入，一样这边要输入的就是 Username 跟 Password 账号跟密码。我们的账号跟密码是自己设定的嘛，所以我们一定知道我们的账号是什么。基本上其他的选项都不太需要去动，然后你就可以按下确定。按下确定之后呢，它的画面就会变这样子，然后底下这边就有写 Publication Successful LMAX 2100036297。如果有出现这一行字，就代表你有成功发布。然后它会告诉你最后一次发布的时间跟下一次要发布的时间，它基本上是隔5分钟发布一次，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15点22分上一次的发布时间，那下一次就是15点27分会进行发布。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到我们的 FX Blue 的页面，然后来去看好我们的 account。一样，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LMAX 2100036297，然后它的 account 是2万。那刚才我们也有一个发布的页面是2100036297的吧，但是就是没有 LMAX， 所以我们也可以同时间把它打开。好，画面上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叫做 LMAX 2100036297，还有一个我们是自动更新的2100036297，所以这边就已经发布成功。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分析，因为这2个账户一样没有任何交易，所以我就直接用我的凯基的账户来去跟大家做讲解。这个是跟上一集的 My Facebook 影片当中相同的凯基的期货交易账户。那我们来看一下 FX Blue 这边一个简单的页面的浏览。首先第一个，它一样有显示相关的账户净值还有它的获利的状况。那右边的话是它的余额的净值曲线图，或者是累积利润的净值曲线图，你从这边都可以去做切换。在下拉式选单当中有很多的项目可以去做切换。然后图表的部分的话可以按照交易的商品类别去区分。你们现在可能会看到说为什么它是呈现中文，因为我有写信去问过 FX Blue， 他说这完全是跟着你的浏览器还有地区国家跑。所以我有跟他讲说我可以改成英文吗？他说不行。那他的中文呢又是用翻译软体翻的，所以会怪怪的。我也有跟他讲说是不是可以让我来协助你们去进行中文的翻译，这样至少会准确一点。那他们没有给我任何的回复，那没有关系。再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一样，这是 duration。这张图就跟我们在上一集影片当中提到的 duration 交易期间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单位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左边是金额，下面是小时。如果你要去看你在 FX Blue 的状况，你可以点分析，它就会去按照商品类别去做分类。然后再来是订单，订单的话它目前只会去显示在仓单，它不会直接显示挂单。可是如果你要看挂单你要从这边打开订单去点选未决订单，就是挂单，然后关闭订单其实就是已平仓单它这个翻译就真的没有翻得很好，所以你要从下面的这个选单来去做点选。再来上面你可以看到有一些选项跟按钮。第二个叫 Status 状态，点选下去之后它会告诉你你的交易的历史的时间有多长，然后你的每周的获利、每月的获利获利系数，还有你的 balance 浮动的获利，还有它的交易的状况、赚赔的笔数、金额，都会呈现在上面。要记住这个账户跟我在上一集影片当中买 Facebook 所介绍的账户是一样的，凯基的 NT5 账户，然后所有的 EA 都是 SQX Strategy Quant 所产生的。在 States 这个页面呢，你可以看到它有 Chart， 一样是净值曲线图，然后 Open Close 的部位、订单、Symbol 商品的分类，然后 Direction 方向，做多做空它的一个比例。你可以发现因为指数最近都是偏多，所以
基本上我的 EA 也是以偏多为主，就没有所谓的做空的部位。再下一个栏位呢，是以平仓单的一个买卖方向的分类，然后每个月的获利状况、每周的获利状况、每天的获利状况、每小时的获利状况。DOW 呢是 Day of Week， 也就是星期几、每个礼拜几的交易平仓的状况。你可以看到，其实大部分都是礼拜四平仓，然后赚比较多。这个其实就有点可以去当成是一种时间上的过滤条件的参考。那具体来说，其实我并没有去参考这样子的一个数据，但是我相信可能对某些人来讲，它是可以用到的。再往下是 strategy，strategy 就是分析 EA 的交易状况。那它的分析的方式呢是 by magic number， 所谓的 magic number 就是订单识别码，或者是叫做自动交易程式的 EA 识别码。它告诉你每一个识别码就分别代表不同的 EA。你可以看到这一连串2103、1101、02、03、04、05，这个是我手动设定的识别码去下单的，因为主要的目的是要测试下单机跟 NT5 平台的一个状况，它会是怎么样子。后来测试完之后，真正实际上开始交易的 EA 的编码是后面的2105、15001、002、003这三个。所以这三个就是我现在目前有挂上去凯基的 NT5 有拿来交易的自动交易程式。再往下呢，我们看到的是 MAE、NFE。不过很可惜的是，目前在 FX Blue 这里的 MAE、NFE 它只支援 NT4 平台，所以我这个凯基的账户是 NT5 嘛，所以它目前就没有支援。那我当然也已经有写信去给他们官方请他们看能不能开放来去支援这个部分。否则的话这个项目其实是一个很好协助交易员去分析自己交易报表的一个工具目前这个项目如果要看到的话 ，NT5 应该只能真的在 nql5.com 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才会去呈现的出来。再来上面的页签，我们看到 risk 风险的部分。点选之后呢，它会告诉你一样，跟 MyFacebook 有呈现出来的 Risk of Ruin 破产风险，它也有告诉你。然后包含平均的持仓跟交易的天数、长度，还有更多的显示项目可能是 MyFacebook 上面没有的。那这些就有待大家自己去做了解。Excel 的部分呢，就是你可以去把你已经上传发布的交易明细跟报告存成Excel 档，这个 Excel 档也可以导入到我们后面会去介绍的 Quantum Analyzer， 或者是你直接开启 Excel 去进行分析也都是可以的。Profile 的部分就是显示你这个账户什么时候建立的，最近一次更新什么时候。Widget 就是它可以把你已经发布的报表用他们的显示方式呈现在你的网站或是部落格上面这个对于有架设网站的部落格的人来讲才会是比较方便的工具。下一个我们看到的是 Portfolio 的部分。在 Portfolio 的部分呢，就是因为我们有可能一个 email 账号会有很多不同的 FX Blue 的交易明细，这个时候如果你希望可以在一个页面就看到所有的账户的话，你就可以透过 Portfolio 功能来去建立。这里的 Portfolio URL 就是你希望你的 Portfolio 是什么样的网址，那这个 username 你当然不能跟别人重复，所以你要自己去做设定。设定完之后 Portfolio 的抬头跟它的说明稍微填写，说明可以不填没关系。然后 Other Accounts 就是你在同一个 email 底下有多少的交易的账户，你点选这边的 Click Here， 它就会通通都列出来。像这个些就是我之前所建立的交易账户，我就可以通通把它勾选起来。勾选好之后，上面这两个栏位都要去填写，填写完之后你就可以点选 Create Portfolio， 然后第一个 Portfolio URL 的这个网址，就是将来你可以在这个网址底下去看到你底下所有有发布的账户，都可以在这个页面上面去观看。这就是一个很方便的功能。相同的 Portfolio 功能呢，其实在 MyFacebook 上面也有，但是它不是用这种方式去建立的，它可以直接针对发布的报表去做分组，自动就会变成 Portfolio。所以在 MyFacebook 上面也有这个功能，相对来说会比较简单。
我相信透过刚才的介绍，你应该也有发现 FX Blue 跟 MyFacebook 在某方面其实蛮像的，但是他们在使用的过程跟表现的方式其实是不一样的。今天的内容除了让你多认识一套工具之外，希望透过我的讲解可以让你知道更多。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要来带大家看的是 MQL5.com 这一套分析工具，它怎么样透过连结之后发布的报表，帮助到你来去进行分析，然后去呈现我所讲的，可能某些在 MyFacebook 或是 FX Blue 的发布方式没有办法看到的 MAE、MFE， 它的表现状况是什么，以及它能够帮助你什么。欢迎你继续锁定我的 FXCHESS 交易厨房相关影片，我会带给你更多、更详细、更实用的影片内容。如果你希望得到更多的有用讯息，请参考以下的网址 fxchess.com。希望我的每一部影片都可以有效的帮你提升你的交易技巧。当你把滑鼠移过去，它会很轻易的显示出你盘中最大浮动获利跟实际出场获利的差距。透过画面上的 Create Signal， 你就可以开始去建立你的交易报表的，所以你可以在画面上更清楚的去比对跟观看到你的账户余额跟净值曲线之间的细腻变化，能够安全的拿回来。记得有几个观看我频道的朋友，有加入我 Facebook 社团的朋友，都会传讯息来问说，请问周老师，如果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在过去会用人工开发策略，而且你又会写程式的人，